第四呢，卖场都停完了，要停什么？你是不是念大学啊？你是不是念高中？还是说你念专科学校，对不对？你有同学嘛？啊，同学一定家里有豪宅，对不对？啊，豪宅的其实钱很多啊，车库很大，所以呢，你就是厚脸皮脸说啊，同学我怕你你们家呢虽然是豪宅，可是钱比我多，但是泡面不一定比我多啊。大家念到大学，对不对？会不会编借口？你会交女朋友，就是会说谎啊，不是？你会交女朋友，你就是会编故事给她听嘛，对不对？他会讲感人的故事给她听嘛，对不对？台风天来了泡面、饮料、卫生纸这个是一定要的自己的车子有没有？自己的车子自己顾第三个就建议这6点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就是什么？有2楼的大润发、家乐福第二呢，就是1楼的大润发、家乐福第三呢，全联第四呢，你的同学家的豪宅第五呢，火车站寄车的那个私人寄车地方第六呢，想办法去学校藏你喜欢藏的地方谢谢。另外，周英金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还特别强调说，台湾今年水灾会特别严重，尤其是9月9月听到这个 keyword 9月来求底下下面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人若如意风生水起环境恶劣呢，风水救你所以最近呢，台湾一大堆呢风水专家还是命理师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呢，最近都跑到大陆去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去大陆，为什么现在要去大陆呢？因为现在大陆经济不好了经济不好呢，对不对？以前呢人助自助现在就要靠天助要靠风水来救你所以说呢，当环境不好的时候，还是这个不能用人力去操控一切的时候呢，就要靠风水师、靠命理师台湾呢有一位那个蛮准的蛮有名的那个命理师叫做周应君他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预测台湾呢2024年的运势他就说今年台湾呢是个灾难年会多火多水的是有火灾跟水灾我去年底看的时候是觉得说火灾水灾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不是每年都有吗？为什么要今年特别强调所以说呢，这个周应君他就说今年台湾的火灾火灾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那个5月26号的时候，新竹那个晴空会那个大楼呢就发生火灾大楼发生火灾当然也2个消防员殉职这个也是蛮遗憾的。但是这个火灾呢牵扯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大楼为什么要装充电桩旧大楼以前大家不流行电动车你就是一般轿车啦 SUV 甚至油电车呢。可是有些人买了电动车之后，他又舍不得搬离他的大楼因为他的大楼可能现在价值更好，而且他那个又在新竹多放1年可能就多赚200万多放10年可能就多赚2000万了对不对？我买台特斯拉可能100多万200多万我为了特斯拉搬去其他大楼有没有？虽然那个大楼有充电桩，可是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好，对不对？住越久越值钱嘛，对不对？你住10年多赚2000万，就等于你提早退休10年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住在晴空会那个大楼呢，他就觉得说我不想搬家可是我要想买电动车，所以他就要求那个管委会呢去把他们那个大楼呢新装那个电动桩充电桩，对不对？充电桩当然就是要改线路嘛改线路可能应付政府法规是一回事这个做前端末端那个应付政府法规啦。可是你后来他们延伸到其他的管路呢，可能就乱做了，该包的没有包该做防火的没有防火管线那个什么，我们就不晓得他怎么搞了，反正最后就是火灾啦，烟囱效应啦，最后就大楼虽然说火灾不一定烧到你家啦，可是火烧不到你家，烟会窜到你家现在大家都做装潢嘛，你一个烟进去有没有？就算没有烧到那整间也就算是在炭烤
炭烤炉一样，就像你在吃炭烤一样。我的肉也没有烤到，我的头发没有烤到，我的衣服也没有烤到，可是回去得不先顾臭烘烘啊，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味道啊，何况你家那装潢都是木头的啦，棉被啦什么的，寝具什么规间哈，那个没有烧到比有烧到没有损失没有差多少，这个是火灾的部分。另外周英金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还特别强调说，台湾今年水灾会特别严重，尤其是9月9月听到这个 keyword 9月来注意一下下面9月会有火灾台湾怎么9月会有火灾？那个时候我听到也是觉得这个乱讲的，对不对？怎么9月还有火灾？9月还有水灾，对不对？还有台风，对不对？真的来了这现在明天就会进来了今天就进来了，高雄今天就进来了南部台南今天就进来这个水在这个台风穿心台呢这样捞过来之后没有直接切上去all in 对不对这个台风把台湾 all in 了所以说这个老师真的是厉害。去年年底2023年年底就预测说台湾今年这个9月这个台风还特别点名，9月这个台风要特别小心像今年南部这个大水灾有没有？这个7、8月那个时候那个台风就淹得很可怕了一大堆泡水车了大家给他皮皮错。再来一个all in 我靠，所以说为什么今天迪赛哥呢要出来讲这一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已经刚开学，9月份刚开学刚开学的来个台风对不对？迎新礼对不对？开学迎新礼的来个台风你可能好死不死讲说开学刚买新车对不对？可能大四最后一年了再不买新车，同学看不到你的新车所以说赶快买新车对不对？买完新之后买大变名流，没有大地名流对不对？买新龙王2代对不对？还是买那个 MBCU 刚刚看新车呢哪个台风穿新台，哪个台风来我新车变泡水，所以我的甘蔗汁对不对椰子水我的不爽所以说迪赛哥趁现在还有时间赶快跟大家讲根据我的经验我以往买车被淹水还是不被淹水，怎么藏车的经验告诉大家大学生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没有，还是说你住宿舍的话，台风天来了你的新车呢要怎么样趋吉避凶防水防火首先呢，我跟大家建议6大方向你可以去考虑看哪个比较适合你呢。第一呢，就是停在2楼有看管的地方有建筑物帮你盖住2楼而且还是免费的什么叫做免费？就是你停了不用钱的机车而已汽车大概都要钱而且你停太久会被骂，就是什么大润发还是家乐福有些呢像家乐福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啦大润发呢几乎呢都有摩托车可以让你骑到2楼这个时候呢你就赶快趁台风天它还没有停止营业之前，赶快把车停去2楼随便买个什么东西买个防灾物品泡面罐头卫生纸为什么防灾要用卫生纸呢？因为台风天嘛大家都在家里追剧很感人所以说要用卫生纸对不对很感人要听不是赶你的走，那感人是很感人大家追剧很晚就没事做，所以说那个如果整天都窝在家里追剧整天都窝在家里吃泡面整天都跟女朋友整天都窝在家里，那个卫生纸用量就特别用量会特别凶假米爱靠卫生纸追剧要看卫生纸晚上晚上抱在一起也是要靠卫生纸所以说呢泡面罐头卫生纸你就刚好去大润发去家乐福买这些防灾用品有没有就顺便呢就把车停在那边，就不要回家了看你是要坐公车还是要骑 U-Bike 回家都没关系就车子就给它先放在那边等台风走了之后再去把它骑回来所以说呢首选就是有2楼可以停摩托车的大润发家乐福第二呢就是也是大润发家乐福，但是呢你退而求其次你停在1楼，有些1楼大润发家乐福它现在其实它现在都很 care 那个大家机车主会说它都会遮那个遮雨棚，遮在那个它的店门口前面有些是固定式的它不会收的那个就会停如果说它那个遮雨棚像
大润发有一些是做活动式会收的话，那个就不要。大润发可以停2楼，你干嘛停1楼哈？对不对？所以说呢，退而求其次就是1楼大卖场的遮雨棚哦。1楼大卖场的遮雨棚呢，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什么？全联但是全联理论上来讲，它不会做那个遮雨棚全联就是你就停在门口，是它呢，它那个全联因为它的店面它都喜欢做宽的你看全联它在找它那个卖场的时候，它都喜欢做长长宽宽的那个醒目它不喜欢做那个窄窄长长，它都做那个长长宽宽长长宽宽，它前面就有一些屋檐可以出来那个地方有些就可以停摩托车了所以说呢，再重复一遍第一优选就是2楼有2楼停车场的大润发、家乐福，第二首选就是有1楼停车场有遮雨棚的大润发、全联大润发、家乐福第三呢就是全联但是就是宽店面的那一种有没有它前面有那些屋檐可以推出去的第四呢，卖场都停完了，停什么？你是不是念大学你是不是念高中还是说你念专科学校，对不对？你有同学嘛同学一定家里有豪宅，对不对豪宅的其实钱很多车库很大，所以呢你就是厚脸皮脸说同学我怕你们家呢虽然是豪宅，可是泡面钱比我多，但是泡面不一定比我多你就一样泡面罐头卫生纸拿去他家就车子顺便就停在他家就借宿一宿人免住底下不要紧车子先停在他家，等台风过后之后呢，再去把车牵回来，对不对？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同学对不对？车子借停他家，说你那边骑一骑，我紧但是记得不要把我的车骑坏掉就好了也不要把我的车骑去把妹因为我女朋友会认那个车子的味道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呢就是先骑去同学家这个是第4第5呢？第5是什么？第三个去讲一个你们最熟悉的大家呢来念大学，很多人都不一定是住家里嘛，大家念大学有些都是离乡背景说的是蛮可怜的为了一张对以后薪水没有什么帮助的学历也是要离乡背景，也是要去外地念书的你去外地念书呢，有时候你回家是不是摩托车没有停在那个你住的地方，或是没有停在宿舍，是不是骑去火车站，还是骑去高铁站那边驾车，对不对？去寄车嘛寄车就接你说你就可以去寄火车站或者是说你之前就是返乡，看你搭什么交通工具有没有，附近都会有一些做台湾重要的交通枢纽点车站附近都有一些寄车的、寄机车的但是你不要去寄那个什么现在的什么嘟嘟房还是什么那些公共的，你要去寄那个私人的有些是透天的有些是三角窗那个店面的就有那种私人寄摩托车你就去寄那个你寄完你不一定要坐车回家嘛，对，有当然你如果猜到了像今天南部有没有停班停课有没有？你如果猜到了，你就可以顺便回家了但是你有时候可能回得去回不回，因为车子没有开了，火车没有开了，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寄去那个私人的那个停车场？因为你先去他那边有没有，他就要负责帮你保管对不对他帮你保的，万一他家做水灾，他会帮你处理嘛你怎么还呢？你与其在家里担心你的车会不会淹水，你不如先去那边，对不对？他帮你寄车，然后他这个屋檐他自己透天的，他又可以帮你遮风挡雨，对不对就算呢水淹进来，他自己会帮你想办法，你自己没办法雇车，就让他帮你雇一天30块、50块好，假日50块好了吧，2天才100块，对不对？你100块水没有淹到有没有你机车要是淹水有没有刚换那个空滤啦，去清那个传动啦，甚至说我的那个花起来都是5000块起跳你花100块，甚至你可以停4天好了，你花200块去给他寄车，人家帮你雇得好好的，也不用担心就是车子给他寄，对不对？给他雇，他要不要淹水该移去那里他的问题你就花200块寄车专心在家泡面便当、泡面饮料、卫生纸对不对OK 嘛，对不对第6个最真的都不行你又不想花钱对不对又没有女朋友可以陪你追剧又没有同学有豪宅可以让你停车有没有？最后一个大绝招我以前也用过就是停在学校就好了嘛，对不对？学校有遮雨棚嘛，对不对？有车库有车棚嘛就停在学校车库的车棚如果觉得车库车棚有没有那个环境也是蛮恶劣的那个树枝什么落叶，到时候可能车子有没有
没停还好，停的还蛮麻烦。你自己念大学啊，对不对？你学校有什么场馆，对不对？有什么教室，对不对？有什么实验室，有什么会馆，还有些根本可以藏，你只要车子骑得进去校园里面，有没有？根本可以藏机车，对不对？看你要藏在哪里，对不对？你学校也不是你一个人开车进去，对不对？学校也是有一些身体不方便的人，他们也是有把机车骑进去啊，或是有一些教授啦，对不对？有一些学校的工友啊，或是一些老师啊，他们也是会把车子开进去啊，对不对？啊，你就说大家念到大学，对不对？会不会编借口？你会交女朋友，就是会说谎啊？不是、啊，你会交女朋友，你就是会编故事给她听嘛，对不对？他会讲感人的故事给她听嘛，对不对？啊，你就说那个所谓北北啊，我要载东西进去实验室，还说我今天台风有没有？我要骑机车进去实验室载一些东西去实验室来被做那个防灾措施的啊。过出在你边呢，就是想个办法，讲个理由骑进去教室进去教室有没有车子就可以开始藏在学校，看你觉得说学校哪个地方那个屋檐比较凸出来还是哪个实验室还是什么教室会馆还是什么演讲厅附近 ，anyway 反正就是哪一个地方觉得说那个地方藏你一台摩托车，你觉得那个很安全然后你还可以用 Google 搜寻你学校，因为现在大家学校都是。一些荒郊野外你那个学校的地势也不是很平，有些比较高，你就看 Google 那个地图有没有，然后它那个有那个水平位海平位看你那个高度高点高于那个地平线还是高于那个水线高过个10公尺5公尺就比你住的那个你不要以为你家住的那些地方那个巷子有没有好像地势蛮高有没有？水沟的水不通有没有？噪烟，我跟你讲，我的地势我管，水沟不通噪烟。你看我看高雄之前那个水灾那个淹2栋大楼新的豪宅也是淹旧的大楼也是淹淹进去就看你那个抽水器会不会抽不会抽的话有没有？你地势再高也是淹刚好从1楼淹到 B3对吧3层楼对不对？海底龙宫都出来所以说呢，台风天来了泡面、饮料、卫生纸这个是一定要的自己的车子有没有？自己的车子自己顾第三个就建议这6点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就是什么？有2楼的大润发、家乐福第二呢就是1楼的大润发、家乐福第3呢全联第4呢你的同学家的豪宅第5呢火车站寄车的那个私人寄车地方第6呢。想办法去学校藏你喜欢藏的地方谢谢。